古代士兵打仗吃的东西有多离谱？米饭晒干直接吞，味增做成绳子挂在脖子上，大饼硬的要拿刀劈，甚至还有人把盐和醋煮进布里，吃饭时撕下一块泡汤。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在吃建筑材料，但对古代军队来说，饭可以难吃，绝对不能变质。因为敌人还没杀过来，几万士兵先饿趴了，这场仗也就不用打了。所以古代战场上的军粮只有3个要求：够硬、够咸、够能放。至于好不好吃，活下来的人才有资格评价。古代士兵身上经常斜挎着一个长长的布口袋，远看像肉肠，近看像一条被晒干的布蛇，这就是粮袋。北方士兵通常携带粟米也就是小米，南方和日本则更多使用稻米。粮食会提前蒸熟，再彻底晒干，需要吃饭时直接抓一把塞进嘴里，再喝口水硬往下顺，口感大概和吞沙子差不多。但它有一个巨大优势，快。真正打起来，敌人不会站在旁边等你生火、淘米、焖饭再问一句要不要加香肠。能在10几秒内把热量塞进肚子里，它就是优秀军粮。日本战国时代还有一种非常著名的战场调味品味增。对于天天吃干粮的族青来说，味增的地位大概相当于方便面里的调料包。没有主食还能勉强忍没有咸味，这日子基本就失去了希望。人们会把味增和干菜做成味增丸。还有一种广为流传的办法是把味增涂在鱼梗或者绳状材料上晒干做成所谓的味增绳。行军时挂在身上，吃饭时扯下一节，放进容器里加水煮开，再扔进去一些野菜、谷物或者快进，一碗味增汤就完成了。于是战场上经常出现一种非常奇怪的画面：一个全副武装的武士突然从脖子上扯下一节绳子扔进锅里煮不知道的以为他在销毁证据，其实人家只是在吃午饭。中国西北地区的士兵则经常携带厚实难放的面饼也就是各种锅盔、干饼一类的食物。这类饼含水量低，做得又厚又硬，有些中间还会打孔，用绳子串起来背在身上。至于锅盔能挡箭的故事更像是一种民间传奇。但它为什么能流传下来？因为这种饼确实很硬，硬到人们吃着吃着开始认真思考它能不能参加城防想吃时往往要先掰碎或者切开，再放进水里泡软。否则你不是在吃饭，你是在测试自己的牙齿究竟是人体组织还是军事装备。除了主食，军队最不能缺的其实是盐。士兵每天长途行军，大量出汗，缺盐以后很容易乏力。可古代的盐既珍贵又不好随身携带，于是有人把布放进盐水和醋里浸煮，再晾干保存。吃饭时剪下一小块放进水中煮，让盐和酸味重新释放出来。从现代人的角度看，这像是在煮抹布汤，但对于连续吃了10几天无味杂粮的士兵来说，这块布就是移动调料包。那么能不能吃肉？可以，但别抱太大希望。几万人的军队想长期供应鲜肉，难度堪比给全城居民每天现场杀猪。牲畜要喂养、运输、屠宰，还会迅速腐败，所以更常见的是肉干、咸鱼、鱼酱或者虾酱。这些东西通常又咸又腥，但足够耐放，而且只要一小口就能逼着你多吃2块干饼。至于跑出去打猎更不现实，几万人的军队一路敲锣打鼓，附近的野兽早就集体搬家了，士兵私自离队还可能被当成逃兵，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兔子没抓到，自己先被军阀抓到。所以古代战场上的美食归根结底就是3个字：硬、咸、干。硬是为了耐放，咸是为了补充盐分，干是为了防止腐败。它们不好看也不好吃，但能让士兵活着走到下一个战场。所以以后再觉得盒饭难吃，可以想想那些把调料煮进布里，把午饭挂在脖子上，吃饼之前还得先拿刀劈的古代士兵。你手里的饭可能有点凉，但至少它不会反过来攻击你的牙。